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要带大家去山里面看一栋房子。之前啊，我已经来过了好几遍。最早的时候，这栋房子的主人家，这栋房子准备要卖哦，要价是9万8，但是现在它价格松了一些，8万8，准备把这栋房子给卖掉。然后今天我们就带着师傅一起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啊，它的整个方位还有地理环境究竟怎么样。从这边走上去。这栋房子是靠近马路边，然后这边呢，平时有点点山里的溪流往这里流出去。其实啊，这个位置是可以修出来作为停车的一块位置。可能走到这个位置呢，大家应该记得了，一直上山走，这样的台阶路啊，将近有20米左右，可以走到房子的院子。然后这边啊是靠近县城有4公里，交通是挺便利的。然后我们回过头再看一下，这底下就是一条公路，然后底下呢是幽水河的支流，那边的水啊，将近有7、8米深，常年都不干的，是条小岔河。已经是走上来了，然后啊，这边的路还挺不好走的，主要是这个台阶路啊比较陡。这是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，整个房子呢3开间的砖房，有个小院，整个院吧呢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，门口的位置有一棵樟树，然后这边啊是客厅，也就是堂屋，两边呢是卧室，那边是厨房。现在我去拿一下钥匙，因为主人家告诉我放在哪个地方了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一个立项还有方位，看这个位置啊到底好不好。如果好的话，可以考虑给它买下来，8万多块钱的一栋房子。实际上啊，这样的一栋砖房，光靠建房的成本可能都不止这个8万8，还加上这么宽的一个地基。卖等白秒。现在把罗盘给架起来，看一下方位。我们现在是初学的阶段。这个罗盘啊，还不怎么看得懂。子午墙哦，子午。什么叫子午？子午线。子午线啊，红豆子午，白豆子子。正如这个拿来的香槟。香槟子午线。这点开头在啊。在有点看你把那嘎子嘎子，你看哎呀，屋那个人搞那种，把这竹子砍了，砍了。我们刚租他这栋屋，你这都是你们的哦？没事的啊。哦，你们砍竹子有用哦。哦，我以为这都是这边是你们地。这栋房子的旁边啊是有一小块的空地，然后我们和主人家打过电话问过了，房子以外靠近这边呢是他表弟家的，所以这块地呢是别人家的，以前是准备买下来建房子的，但是这边呢交通不太便利啊，搬运这些材料很难，所以呢这边就一直空着，也没有去建房。现在是有村里面的2个老乡在那边砍这个竹子，做这些。来年啊，开春了之后种这些豆角，插在土里面，让这个豆角爬上去。然后这是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啊，距离房子将近有400、500米，都是没有人家的。但是呢，也算是闹中取静吧。底下的马路啊，过往的车辆还是比较吵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呢并不是特别的安静。当然，这栋房子啊，开门见山啊。
也算是依山而建，傍水而居吧。底下是有一条河，后面呢背靠着大山，其实抬着头也可以看到对面的大山。算是还不错吧。反包，包围的包，反包。反包是重贵，反包始终再上位。哦。一重反包一重贵，十重反包宰相位。如果反正让反我给我那福建。就是说这个宅基地还挺不错的，因为它地势比较高，然后呢两边的山是给它环抱起来的，所以说这个地理位置还挺不错的，那就好好的可以考虑一下了，这样的价格到底能不能接受？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周边的一个整体环境，然后走上来的这条台阶路啊是比较陡的，我觉得还是要修个栏杆。这个样子呢，可能更安全一些，尤其是到了晚上啊，爬上爬下有个栏杆啊，会更安全。然后这个院子的位置，虽然是做了一个硬化，但是这边呢也没有护栏的，我觉得啊，还是要加个护栏也比较好。然后整个外面的这块空地呢，都是他们家的，实际上啊，可以打上几根柱子，然后打上橡胶板，把整个院板呢加宽一些，这样子利用率啊更高。这户主人家啊，平时还是比较讲究的，在门前呢是种了2棵柚子树。我记得上一次我过来的时候啊，已经是奄奄一息啊，我就从后面呢提了几桶水给它浇了一下，没想到时隔了2个多月再次过来，这个时候长势又挺不错的。然后走进房子去看一下，这栋房子的进深啊没有多深，将近也就5米多，不到6米左右。这边就是一个堂屋的位置，堂屋呢是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，然后整个砖墙呢都已经刮上了大白，房顶呢做了一个应该是 PVC 的吊顶，然后这边啊是一个卧室，从这里开了一道房门进去。整个房间呢将近有16个平方左右，也都是刮上了大白墙，这里有个非常简单的床，然后上面呢用木质结构做了一个吊顶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窗户啊，留的还是比较大的，大概高度呢将近1.8米左右，然后宽度呢差不多也达到了1.3米左右，所以它的透光性啊还是比较好的。然后我们再来这边看一下这个房间，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。这边呢就有一些简易的家具，这是一个木柜子，然后整体的格局都是一样的。整栋房子呢就是一个3间，1个堂屋，2个卧室。然后我们再到厨房那边去看一下。厨房的位置啊，要从堂屋这边走过来，沿着该沿。这里呢是单独留了一道房门。这个厨房啊，感觉还挺宽的。然后这边呢就只做了一个粉刷，也是砖墙结构，就没有刮大白了。后面呢是2口柴火灶，那个位置呢是冬天熏腊肉的，上面呢是盖起来，在底下熏腊肉。整个厨房啊将近有接近30个平方左右吧，窗户也是留的比较大。这个位置啊有一道房门，可以进入房子的背后。房子是背靠着大山而建，背后呢都是山石，然后这边啊之前是有泉水的，但是冬天是枯水季节，这个时候啊这个泉水已经是完全干枯没有了的。之前我来过好几次，这边的水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那边就是他们家的旱厕，就不带大家过去看了。然后这边啊也是一口井，现在也是完全干了的。其实背后的山啊还是比较陡峭，好在这边都是石头山，根本上不用担心这个泥石流。然后这块位置啊，平时也会有点小溪水从山里面流下来，顺着流下去的。这边呢已经
成了一个小小的蓄水池。但是位于小安家建造这栋房子啊，是真的不容易。当年他们家的这些材料、这些砖，都是靠着人工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往上搬运，然后整个地基啊都是石头垒砌而建成的，不容易啊。8万多块钱，真的换做现在可能建不了这样的一栋房子哦。房门给它关上，钥匙给它收好。然后这栋房子大概的情况啊，目前就是这个样子，也就是这个价格吧。也不知道大家觉得啊，这个8万8的价格，在农村里面拿下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在这边养老，你们觉得贵不贵呢？好了，我是石头，这期的视频啊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